大摇大摆，毫不隐藏行踪。李长寿继续在天庭之中左右拜访。离开姻缘殿，取到瑶池中。李长寿叮嘱龙吉最近不可出瑶池，又与王母娘娘打了几句光明正大的暗语，请王母娘娘看紧云华仙子。随后李长寿仿佛神来之笔，突然转向，故意路过福元仙翁的府邸，在福元仙翁的大门外踱步走了一阵，最终李长寿转身离开，并未入门，赶去见了东木公。李长寿与木公聊了一阵天庭事务，施展出了双生同步大法，在嘴边说话的同时，暗中又用仙石对木公传声。木公，当年是谁选你做了南仙之首，节制玉帝陛下的权柄？若是道门圣人老爷，你就笑一声；西方圣人老爷，你就叹口气；不知道，你就猛眨眼。于是东木公抬手摁着眼角，嘀咕一句：怎么有点心神不宁？随后就是眼皮子乱眨，频率十分的吓人。李长寿心底一笑，与木公继续闲聊扯淡。待他辞别木公，就回了月桂宫中，坐在铜镜之后，继续看嫦娥排舞，吃着手边的珍馐美味。又半日后，地府那边也有了结果。李长寿通过阎君与生死簿查了杨天佑此前18世，没什么毛病，只是一颗正常的真灵在不断的轮回。再有月老殿得来的名单，福元仙翁最近20年曾3次去月老殿，与月老饮酒作乐，有意结交。第2次的时间点刚好就对应华有明19岁将母亲和妹妹托付给杨天佑照料事件。很明显，华云与杨天佑的这一步棋是在玉帝力竭身尚未回归天庭时就已经被人给种下了。此时逻辑之点已经足够多，一条可能性达到了60%的故事线清晰地呈现在了李长寿的心海。李长寿嘴角露出淡淡微笑，双眼都不由眯了起来，捏起一块刚烤好的灵兽肉放入口中，细细咀嚼。其实他是在回想这场看似简单的博弈背后所隐藏的种种细节，检查自己是否有错漏之处。自省自查，其实不必等事情结束以后。若是自己能够提前发现漏洞，也有及时补救的可能。与此同时，月桂宫的殿门处，2只兔耳朵发饰向外凑了凑，一颗小脑袋露着额头和双眼，远远就捕捉到了李长寿的这般表情，忍不住哆嗦了几下。突听身后传来女子的轻唤：小兔，怎么在这躲着？少女玉兔浑身轻颤，连忙把脑袋给缩了回去，对着背后驾云而来的几位美丽仙子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而后又是一阵抹脖子、掐脖子、歪头吐舌头。几位仙子被逗得掩口娇笑。一位仙子道：小兔，你莫要这般，水神是个顶好的仙神，这2年你还没发现吗？对呀，水神此前几次也不过是故意逗你，水神看你的眼神都十分和善。和善？玉兔念起这2年几次与天庭水神的照面，禁不住蹲下来委委屈屈地抱住了自己。当黑暗降临，只有我一只兔发现了大魔王的真相。可以替我把这个呈给水神大人吗？我不敢过去。玉兔泪眼汪汪，双手将一封请柬捧给几位仙子。这几位仙子却是并未迟疑，将请柬接了过来，说笑间飞去了殿中，落在了李长寿面前。玉兔少女再次露出了一个脑袋壳，悄悄地盯着那边的情形。她见李长寿拿起请柬看了一眼，又听李长寿笑道：太阴星君请我去赴宴，这还是算了。那广寒宫中毫无人气，我当真是有些不适应。言说中，李长寿抬头看去殿门处，只见到了一道浅浅的冲击波，那应该是兔子蹬腿时留下的波痕。恒娥请我过去赴宴。
李长寿不知这里面有什么说法，但绝对不想成为自上古之后第一个踏入广寒宫的男人。就这般，月宫之中欢宴漫漫，铜镜之中的画面未断，人间春去秋来，又过了半年。云华仙子终于是按捺不住，与自己的侍女相商，在拜访了一次王母娘娘之后，就奋不顾身暗中下凡。这个过程当中，玉帝、王母、李长寿、木工以及少部分天庭高手都在密切地关注云华仙子的踪迹。当云华仙子拿出一枚玉符，伪装成一名天将，借此混出天门。凌霄殿中的玉帝面色彻底阴沉了下来，却强忍着并未出手干预。他是玉帝，劫运降临，天庭兴起，他若出手对抗劫运，便会影响大劫运转，甚至可能影响到天庭崛起之势。后面的故事就有些俗套了。这个云华仙子下凡与杨天佑见面，多年的相思之情，姻缘红绳的扰动，让他们四目相对，禁不住相拥。杨天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男人，他不愿意因为自己是一个凡人耽误云华仙子的前程，不断的忍耐，最终还是没忍住啊！暗中跟随在后的李长寿用一道结界笼罩住了杨府，表示此事尘埃落定了。凌霄宝殿中，玉帝摇头一叹：唉，妹妹长大了要嫁人，我这当哥哥的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其后的牵扯错综复杂，让我各种头疼。正此时，李长寿的那一具青年道者模样的指道人与玉帝的化身凑在了一起，找了一个风景不错的仙山，喝了一顿酒，琢磨接下来该如何行事。玉帝有意成全杨天佑与云华仙子，就把这个难题扔给了李长寿，还道：长庚若是能在这杯酒喝完之前想出主意，我就赐长庚一件宝物。李长寿微微一笑，故意露出思索的表情。玉帝刚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李长寿就将早已经准备好的方案拿了出来。有了！玉帝化身捂着嘴瞪着李长寿：有什么了？陛下要的办法呀！小神去查了杨天佑此前的18根脚，并拜托阎君将生死簿所记载之事都引了起来。此时天机混淆，推算之法被禁，咱们大可以编一个浪漫的故事，为他们两个人增加一点解释。好，哪般故事？李长寿在袖中摸出几只卷轴。陛下请看，小神早已经备好了，防备有今日之局。玉帝定睛一瞧，却见那卷轴上写着3生3世找到你，仙人情未了，你在左我在右。玉帝的化身额头挂满黑线，瞪着李长寿骂着：无下凡的时候你怎么没拿出这些？您当时那个是自身定制的故事，这些都是小神自由发挥，难免有些不同。玉帝拿着卷轴仔细地看了一阵，很快就选了一个剧本，且跟李长寿所想不错，就是3生3世金童玉女的那一套。玉帝又问：给他们编造这般故事又能如何？陛下，再过几年天庭之中定会流言四起，言说云华仙子私自下凡，私配凡人，那个时候小神就会放出这个故事，抵消一部分后续的影响。而陛下呢，也可以做一做样子，罚那个杨天佑散尽家财，让他们受一些清苦的日子。天庭不少仙神都是性情中人，明面上不敢说什么，暗中便会同情云华仙子与杨天佑。这个时候，陛下只需要寻找合适的机会，将他们捉拿回天庭，削掉云华仙子的部分修为，用牺牲寿元的惩罚成全他们的因缘道果，以儆效尤，此事就可以圆满落幕了。这已是李长寿能保二郎神杨戬顺利降世且顾全各方利益的中策。玉帝缓缓舒了一口气，点头应了下来，在怀中拿出了一杆玉笔递给李长寿。
谢陛下，小神就却之不恭了。总感觉长庚你是在故意给吾下套。玉帝目中略显嫌弃，李长寿淡定的一笑，端着酒杯敬了天柱一杯。于是7年后，事情发展真如李长寿与玉帝所说的那般，前6年十分平静。云华仙子下凡的第1年，杨府迎来了2少爷；下凡第3年，杨府迎来了3小姐。杨府一家的生活自是神仙羡慕，鸳鸯嫉妒，凡人更是想不到其中的快乐。但是好景不长，天有惊变。先是天庭之中流言四起，几乎一夜之间，在天庭边角的天兵都知晓了玉帝之妹云华仙子私配凡人，有辱天威之事。天兵天将众仙神本身也没觉得这是什么大事，他们吃个瓜也就是了。李长寿及时放出了杨天佑乃金童转世，与云华仙子是天定的姻缘，将此事风评迅速地扳正了回来。但是这个时候，有部分仙神在那儿不断地渲染此事的严重性，以福元仙翁为首，将此事闹到了凌霄宝殿上。玉帝淡定地下令，命一队天兵下凡捉拿，下的命令是将杨天佑一家5口捉来凌霄殿中，听候他发落。问题就出现在了这个环节。李长寿算尽了此事，自然不会忽略掉这个关键。他的指导人暗中躲在杨府地下，静等天兵抵达。天兵落下，宣读玉帝陛下旨意，捉拿杨天佑一家。杨天佑本身十分的平静，对此早有预料，护着妻儿被天兵用仙绳困住。正此时，变故突生，一名距离杨天佑不过半丈的天兵，双目之中突然溢满了金光，一巴掌拍向了杨天佑的天灵盖。云华仙子不善斗法，根本就来不及驰援，但是一道白影自侧旁极快地闪来，险之又险地挡在了杨天佑身前。须发飘舞，双目瞪圆，李长寿的指导人抱起发难，口中怒斥：尔等何人？但他的话音刚落，李长寿就立刻失去了与这一具指导人的联系，只感觉有一缕道韵强行破坏了自己寄托在指导人身上的元神之力。电光火石之间，李长寿只得将心神挪移到指导人袖中，全速开启另外一只备用指导人。但是这一只指导人冲出来的时候，已是来不及了。那天兵一掌拍碎杨天佑头颅，且在另一侧又有一天兵将杨天佑长子毙于掌下。李长寿只来得及出手，将打向云华仙子的一掌用拂尘挡飞，浑身仙力暴涌，吹出一股狂风，待风息云止，院中一片狼藉。剩下的那一对天兵满脸错愕，看着眼前这一幕，齐齐发懵，瞪着杨天佑以及其长子的尸身。年仅6岁半的杨天佑二子用力将自己妹妹抱在怀中，平静的表情之中带着几分茫然，脸上缀着一行渐来的血迹。李长寿的指导人只有2句传声留给了此地天兵，让他们各自退去。一句指导人已经是将云华仙子带走，送去天庭，其他的指导人留在此地，守在了那杨戬和杨禅的身旁。与此同时，凌霄殿外雷霆大作，李长寿自月宫而来的指导人飞出雷光，面目冷寒，踏入殿内，径直走向了福元仙翁。玉帝面露不解，群仙有些疑惑，但是此刻都感觉到了李长寿的怒意，木工忙问：水神？李长寿并未回话，已经走到了福元仙翁面前，与福元仙翁四目相对，后者也是一脸疑惑，似是不知何事。李长寿嘴唇微动，传声说了5个字。福元仙翁先是一惊，而后浑身轻颤，仙躯竟然如同气球一般干瘪下去，不过瞬间便化作了道道灰烬，神魂俱散。凌霄殿内落针可闻，众仙神惊恐地看着李长寿，此地也只有玉帝听到了李长寿说的那5个字为何。
面露思索，目中神光涌动，只因这5个字是：过分了。师叔。且说福元仙翁自毁于凌霄宝殿，自元神至仙躯瞬间只剩灰烬。李长寿低眉顺眼，站在众仙神之前，一言不发，面容冷峻。殿内充斥着不安的氛围。玉帝冷哼一声，双目运起万丈金光，扫过下方众仙家，立刻又有10多名仙神浑身抽搐倒地不起，一缕缕黑烟自他们身周消散。木工出声大喝：何方妖魔，敢来天庭作乱！众仙神齐齐运转仙力，警惕地看向前后左右。大批天兵天将冲上御阶，将凌霄宝殿团团围了起来，面色无比凝重。这还是凌霄殿第一次出现异状。无妨。玉帝缓声开口，袖中的拳头慢慢松开。对方已被长庚爱卿吓退。李长寿躬身做了一个道揖，心底念头转动，保持着冷峻的面容。陛下，云华仙子一家遭了这伙妖魔偷袭，杨天佑与其长子横死，小神化身正护着云华仙子回归天庭。玉帝剑眉一竖，掌拍玉案：这妖魔欺侮太甚，云华子女可安否？暂安。小神有负陛下所托，请陛下责罚。玉帝轻轻摆了摆手，闭上双眼，许久无言。李长寿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仔细地思量着后续步骤。他与玉帝的这几句对话其实也是有意而为，让天庭众仙细细品味。接下来有些不能说不该说的话，切莫提及半句。顺便李长寿也保了一手云华仙子，让对方不敢对云华仙子2次出手，否则天庭不惜一战，